好的，我是王总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啊，因为之前 ID 那期视频算是提前分享啊，这 OPPO 刚刚发布的 Find X7 系列啊，这期我们是以标准版 X7 为主 ，Ultra 啊应该是在明天啊视频和大家见面啊。这台是海阔天空，这个是大漠隐月啊，它的设计语言我们之前专题视频跟大家聊过了啊。单说 ID 的话，满分10分你给几分？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下啊。屏幕方面，这次 OPPO 使用的是 1.5K 京东方 X1 屏，在我们1+12那期视频里边详细聊过啊。数据库实测手动全局最高是610尼特，全局激发可以达到1600尼特。OPPO 表示，在开售前的正式版呢，会把它的手动最高亮度 OTA 到800尼特。调光方面 ，OPPO Find X7 在低亮度下是2160赫兹的 PWM 调光，中高亮度默认是360赫兹的 Sunpulse 类 DC 调光。在开发者模式里打开单脉冲调光模式之后，会变成120赫兹的 ePulse 类 DC 调光。在正式版本里边 ，OPPO 会把这个模式集中到护眼模块里面去啊，提醒大家注意。标准版这次有4个颜色啊，黑色和紫色都是玻璃的，提醒你注意啊。其实它的一体性呢，我感觉相对来说还更强一些。然后素皮呢，当然是这次它的主打啊，尤其是这台海阔天空蓝色素皮和白色玻璃拼接的一个材质啊，还是非常有辨识度的。不同的版本重量厚度也有一些微小的区别啊。这个素皮版呢是要更加轻一些的，202克，然后厚度方面呢要稍微的厚一点啊，达到了9毫米。如果是紫色和黑色的玻璃版呢是8.7毫米和206克啊，但是几乎也都差不太多啊。性能配置我们直接打出来，这次标准版呢搭载的是天玑9300，小白测评数据库走起。小白测评数据库3.5模型落地实测啊，王者 OPPO 不出意外的一条直线直接跑满啊，重点要看功耗和温度，是3.2瓦，机身最高温度40.2摄氏度。同样是天玑元3 ，OPPO 原神的功耗和温度都要高一点，不过这可能也是和 OPPO 的调教策略有关系，它这个版本的提帧比例是要更高的，毕竟它这平均帧率都已经来到60.8帧了啊。输入标准的星君铁道 ，OPPO 在9300的调度上要更加猛一些，和 vivo 一样的发哥同频调度 ，OPPO 4个超大核的平均频率来到了1.57赫兹，4个大核来到了1.1G赫兹，而 vivo 这边则是超大核平均1.4G 赫兹，大核0.7G 赫兹。这样调教的结果就是 OPPO 即使在最后的长乐天场景啊，压力几乎是最大的啊，也并没有出现降亮度或者说掉帧的情况啊。刚猛这2个字可以打在公屏上啊，这也是我们测过比较少见的 OPPO 在旗舰上面啊玩的比较开，最终平均帧率呢也是直接干满了60帧，功耗是6.4瓦，当然机身最高温度也干到了49.7摄氏度啊。数据库3.5续航模型，25摄氏度环境温下 ，OPPO Find X7 3小时剩余64%，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剩余15%，极限续航测试直到把它干到关机，它总共坚持了6小时46分钟，排在数据库中间靠上的位置。充电方面呢，祖传的长寿版100瓦，实测5分钟可以充入27%，15分钟充入70%，前台100%充满26分钟，完全交流充满30分钟啊，只有半个小时啊，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啊，这个综合的续航成绩满分10分，你给几分呢？大概评论弹幕。性能简单总结，之前啊绿厂啊不对，现在应该叫做黑厂了啊，总体的标准版调教呢还是偏保守那么一丢丢的，但是这次换上9300之后呢，还是挺猛的啊，调教更加激进了。然后影像方面呢，这台机器手感之所以要更好一些，就是它的镜头模组凸起呢是比较少的。然后配置方面呢，我们直接打出来，它的主镜呢是 LYT 的808，其实另外2个大家也非常熟悉啊，这个 GoPro 1的广角，还有 OV64B 的长焦。这次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因为它是发哥的处理器嘛，以前这个很多基友对于发哥的影像方面呢是有一些担心的啊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实测。开始之前先说明一下啊，这次样张的拍摄主要有2个地点，一个是 OPPO 邀请各位媒体都去的这个海南，另外一个是我们工作室所处的武汉啊。你可能部分样张会觉得，这有点官方感啊，但确确实实都是我们小伙伴自己拍的。首先是标准模式的主摄，各家在细节方面其实都拉不开什么太大的差距，更多的就是对色彩的调教风格上，比如说这组 OPPO 并没有选择提亮暗部，而是更加偏真实啊，倾向于让整体的色彩接近于肉眼所见到的样子。同样这组室外的招财猫 ，OPPO 并没有为了讨好眼球刻意的拉高画面的饱和度，比较真实的还原了阴霾天的那种观感。室内的小海狸 Luby OPPO 也是还原了黄光打在玩偶上那种感觉，画面的讨喜度确实降低了一些啊，但也更真实了一点。大家喜欢哪种风格？前者1，后者2啊，可以评论弹幕一波。这组暗红色的玫瑰假花，这小米的色彩稍微有一些溢出，长焦上面呢就是有和没有的区别了啊。这 OV 2家呢都是 OV64B 的潜望长焦，这解析力自然要比小米的 GoPro 1直类长焦强上一档。风格化环节，先来看几组海南的随手拍啊，满分10分，大家主观打几分可以评论弹幕。另外在工作室附近呢
呢，我们也拍了一些对比，一组是小象，一组是别墅，大家更喜欢哪种风格？也欢迎评论弹幕。来到这组易贝人像，这个 OPPO 较好的还原了我们特地打的这个黄色面光，并且注意看我们放大看右侧的这个头发，也是只有 OPPO 做到了发丝级的这个抠像，还有就是3倍的人像，这个头顶的发丝 OPPO 抠的也是相当不错啊。整体看 OPPO 和小米呢都有保留小姐姐鼻子上的痣。OPPO 对于人像的处理这次更加要偏向于立体感一些，比如它会增加鼻梁的高光和鼻翼的阴影等等。不过初期版本的人像模式在所见即所得上还可以再优化一下。你注意看小姐姐左侧的人脸在取景框的时候是被模糊掉的啊，点击相册的前1秒画面也是一样，不过后边就会通过多帧融合算法把小姐姐的脸给修好了，同时抠出人像背景，增加上光斑的效果啊，最终成品还是不错的。估计是因为初期的这个算法还不太稳定啊，偶尔也会出现这个部分头发丝糊掉的情况。同一个场景下曝光控制的稳定性也有待提高。夜景环节这组常见的共享单车，相比之下 vivo 的饱和度要调得更高一些，黄色的小车有一点点偏橙，大楼上灯光的颜色 OV 两家还原的也都不错，小米这边有一些偏白。常见的路灯 OPPO 压高光的策略介于 vivo 和小米之间吧，在10倍长焦下 vivo 也是同样的处理。 OPPO 这边则是唯一压住了右侧灯牌高光的手机啊，如果再远一些，潜望长的优势就会更加明显了。不过强光之下3台手机也都出现了鬼影，这我们一直有一个疑问啊，就是既然现在芯片的 AI 算力都已经这么强了，未来会不会有厂商把 AI 用到去鬼影炫光上呢？软件方面可能直至今日这个也有很多小伙伴不知道 OPPO 的专业模式其实就是哈苏模式啊，于是这次 OPPO 就把专业模式重做后带来了大师模式。大师模式又分为 Auto 和 Pro 2个模式啊。Auto 模式下呢，点击右下角的效果图标，你可以看到它默认就开启了暗角和20的锐度。除了这2项，你还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调整饱和度和对比度。点击左下角切换到 Pro 模式，那就和以前的专业模式一样了，可以调节曝光啊、快门速度啊等等参数。除了大师模式，这次 OPPO 还做了全链路的 Pro XDR， 不管是标准模式还是人像模式，都能捕捉更多的光线细节。相册照片里面的天空啊、灯光啊，都会进行高亮显示。如果在手机上看的话，这个层次感会提高不少。影下简单总结啊，这一代 OPPO Find X7 配上发哥的表现啊，说实话有一点超出我们的预期，尤其是在人像方面，这也一直是绿厂啊不对，现在应该叫黑厂的发力点啊。夜间模式之前发哥系呢表现都一般，这一次也是相当不错。前面我们碰到早期版本的各种问题，我们都统一记录啊，反馈给了 OPPO 的小伙伴们，就比如超广角偶有的偏色问题啊，估计你拿到手机的时候 OPPO 已经解决了啊。影像部分满分10分，这次的 OPPO Find X7 你给几分呢？欢迎大家评论弹幕。其他细节方面呢，它也是一个微缝式的听筒式的双扬声器，然后顶部呢也是有红外的 FC、XO 的震动马达它全部都有，而且这台机器呢是支持失手触控的 IP65 的防水防尘。不过提醒注意啊，它是一个短焦指纹，位置还是比较靠下的。OK，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啊，整个全系来说，我觉得手感上面啊肯定是标准版 X7 要更加的好一些。如果你对影像没有那么极致的追求的话，那么这台机器呢，我觉得可能更适合大众用户，因为它价格上肯定也会更便宜一些，而在性能方面呢，调教的也比较激进。现在录制视频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价格，如果能给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价格，那么这台机器还是挺水桶的。OK， 本期出现的所有实测数据，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更新到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，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和同价位的其他机型进行对比。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大家产生了一点帮助，记得在下方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。不过点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